小月，我上个星期发烧了，39度，一个人在家躺了2天。39度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可以给你送点吃的。我当时连手机都懒得拿。最难受的是半夜口渴，想喝一口热水，可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你只能自己爬起来烧水。对，我站在厨房等水开的时候，突然特别想我妈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一个人住最难的不是做饭，是生病的时候。Leo，你一个人住多久了？从我回杭州开始，差不多半年。那你回来以前在伦敦是自己住吗？不是，在伦敦我一直合租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房子里住了4个人。4个人？那不是很热闹？热闹是热闹，可是也很麻烦。厨房永远是脏的，卫生间永远有人在用。哈哈，我懂。在英国，年轻人合租特别常见，刚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人自己租一整套房子，太贵了。中国的年轻人也合租，特别是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。那你呢？你一个人住了多久3年多了。我的甜品店楼上就是我住的地方，走路30秒。？30秒？那你每天上班很轻松吧？轻松是轻松，可是也有一个问题，我永远下不了班。这个我倒是没想过。不过说实话，一个人住真的很自在。自在这个词你用得很准。我以前跟室友住的时候，晚上想煮个面，都要看别人的脸色，怕吵到人家。对，我们那个厨房只要一开火，整个房子都能闻到味道。有一次我半夜煮泡面，第二天室友专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Leo，我爱你，可是我不爱你的泡面。”这句话太英国了。现在我半夜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没人管我。没人管这3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其实特别舒服。我刚搬进来的第1个星期，最开心的事，你猜是什么？什么？我把袜子放在沙发上，放了3天，没有人说我。哈哈，你这个自由也太小了吧。小是小，可是真的很爽。我理解。我刚搬出来的时候，最开心的是我可以一个人吃火锅，一边吃一边看电视，吃到12点。一个人吃火锅，在中国，一个人吃火锅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以前是，现在完全不奇怪了。很多店专门有1人1锅的位子。这个变化挺有意思的。还有，一个人住，你的时间是完全属于你的。对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几点起就几点起。不过这个自由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哪里不好？没有人叫你起床，也没有人提醒你该吃饭了。说到吃饭，这是我最大的问题。一个人做饭确实很难。买菜的时候我永远算不好，一把青菜我一个人要吃3天。我知道，菜市场的阿姨也不会卖你半个白菜。对，我买过一个西瓜，切开以后，我看着那半个西瓜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很多一个人住的人最后都点外卖了。我一开始也这样，可是天天吃外卖，钱包受不了，身体也受不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周末做一次，做一大锅，然后分成几盒，放在冰箱里吃1个星期。这个现在有个说法叫备餐，很多年轻人都这么干。备餐这个词我第一次听。就是提前把1个星期的饭准备好。不过说实话，吃到星期4那个饭就有点难吃了。太真实了，我经常吃到最后一盒的时候，一边吃一边摇头。这种时候我们会说凑合吃吧。凑合。凑的意思是不太好，可是能过得去，不讲究了。那我这1个星期都在凑合。哈哈，除了吃饭，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，修东西。这个我太有话说了。上个月我家的灯坏了，我站在椅子上换灯泡，换了40分钟。40分钟？因为我一个人扶不住那个灯，还得一只手举着手机照着。这就是一个人住最难的时候，你需要第2双手，可是没有。我还有一次去楼下倒垃圾，门在我后面关上了，钥匙在里面。钥匙在里面，手机也在里面。我穿着拖鞋在门外站了2个小时。这个叫被锁在门外，一个人住的人几乎都经历过。那我问你一个更认真的问题，你会觉得孤单吗？
会，可是不是你想的那种时候。什么意思？白天上班，跟朋友吃饭，我一点都不孤单。孤单是在一个很具体的时候，哪个时候？开门的那一秒，房间是黑的，没有人跟你说你回来了。这个我太懂了。在伦敦，我推开门，我妈会在厨房喊一句我的名字，现在没有了。其实中文里有两个说法，很容易搞混，孤单和一个人待着。这两个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孤单是一种感觉，是你不想一个人，可是只有你一个人。那一个人带着呢？一个人待着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在很多人的聚会里，我也可能觉得孤单。完全正确，孤单和身边有几个人关系不大。那你一个人住3年，你孤单吗？刚开始很孤单，我那时候一进门就打开电视，其实我根本不看，我就是想听见有人说话。这个办法我也用过，我放视频，一放就是一整天。后来我养了小花，就好多了。小花一来，家里就热闹了。对，我回家的时候，它会跑到门口等我，虽然它只是想吃饭。可是那一秒你会觉得家里有人在等你。你也可以养一只啊。我想过，可是我现在太忙了，每天很早出门，很晚回来，对小动物不公平。那你家里人怎么看你一个人住？我妈每个星期都要跟我视频一次，第一句话永远是你吃饭了吗？哈哈，这个太熟悉了。第二句是你怎么这么瘦？中国妈妈和英国妈妈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。还有我奶奶，她一直问我为什么不搬去跟她一起住。奶奶是担心你，在她那一代人的想法里，一个人住就等于没人照顾。对，她说有家不回，一个人在外面吃苦。这句话很多老人都会说，他们觉得年轻人一个人住又贵又累，不如回家住。可是，在英国不一样，很多人18岁上大学就搬出去了，父母还挺高兴的。高兴。对，他们觉得这是长大了，独立了。如果一个30岁的人还跟父母住，别人反而会觉得奇怪。在中国正好相反，很多人一直住在家里，等结婚了才搬出去，这特别正常。所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。其实这几年也在慢慢变，我身边不少朋友工作以后都自己租房子，就想有一点自己的空间。那你爸妈说过你吗？说过，我妈到现在还会讲，一个人住，煮碗面都没人陪你吃。你怎么回答他？我说，妈，我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很好。她听了不说话，第二天给我寄了一箱水果。这个回答真好。小月，聊到现在，我发现一个人住其实是一种能力。怎么说？因为没有人替你做任何事，灯坏了你自己修，饭没了你自己做，难受的时候你自己扛。扛，这个字你用的真好。以前在家里，这些事我从来不用想。所以很多人是搬出来以后才真正长大的。对，我现在会看水电费了，会算这个月还剩多少钱，会记得垃圾星期几到。这些都是小事，可是加在一起就是自己照顾自己。不过我也想说一句，一个人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这句话很重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自己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。他说家里太安静，他受不了。那他是需要人陪的那种性格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对，不用因为别人都一个人住，你就觉得自己也应该。我一直觉得重要的不是一个人住，还是跟人住，是你在那个房子里过得舒服不舒服。说得好，房子是租的，日子是自己的。今天我们聊了不少，我帮大家理一下。你说，一个人住有自由，没人管你，时间是你自己的，也有麻烦，做饭、修东西，生病的时候特别难。还有心里那一关，要分清楚孤单和一个人待着。对，还学到了几个说法：自在凑的被锁在门外，有家不回，都是特别常用的口语，你们记下来，下次就能用。那今天也想问问你们，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？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最难的那件事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说不定下一期我们就聊你写的那件事。那我们下期见。记住，一个人住不等于孤单，
你只是学会了跟自己好好过日子。